怎么了？李长寿温声道了一句，点了一朵白云，将九九的身子直接托起。九九正面朝下，身形踏入白云中，四肢僵直，开始了一段毫无生气的发言。明明是长辈，却要靠你一个小辈养着。哎呀，做仙好失败啊！明明修道已经好多年，但比起你来完全就是一事无成的状态。哎呀，做仙好失败呀！明明师兄师姐都是成双成对，小师妹还是带情缘因果投胎，再看看自己，哎，做仙好失败啊！李长寿心底一叹，觉得师叔确实是压力太大了一些。他刚要出声安慰，一只小手就从云朵中探了出来。所以说，快点给我酒喝，让我醉生梦死吧。呵呵，是师叔的千层套路。师叔，说点正事了。九九努力地抬头看了眼李长寿，见李长寿面露正色，赶紧收起此时颓丧吃废的表情，从白云中跳了起来，盘腿坐好。啥正事？李长寿将刚才的酒壶拿出，递给九九。迄今为止，师指我能酿出最高品质的果子酒。本身酿造了2坛，给师祖和师伯祖他们送去了1坛，这坛就是孝敬师叔的。切记不要当普通仙酒喝，效果非同凡响，最好是分3次服用，喝1次就闭关1次。九九眨了眨眼，轻轻抿着嘴唇，那张俏脸上略微有些不太自然。他的视线突然从酒壶上挪开，注视着李长寿，低声问了一句：小长寿，你跟本师叔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对师叔我有什么企图？师叔你瞎说什么？没企图吗？哎呦，师叔你还失落个什么呀？九九抿嘴轻笑，随后清了清嗓子，一本正经。我是想着，你要是有企图呢，我就半推半就的从了你，反正感觉你也挺不错的，以后还能光明正大的跟你要酒喝。这么白吃白喝你的，道心都快起魔障了。要么你就给我找点事做，帮你种种豆子什么的都行。师叔，你其实不必觉得过意不去，但是既然师叔这么提了，我刚好也缺一些人手帮忙。不过种豆子这般体力活就不必了，师叔你也是花容月貌、门中有树的仙子，怎么也不能去挥着锄头干活啊。这般，师叔，您帮我搜集一些1000年份的灵树树浆吧，我做纸人用。只是师叔还请对此事保密，万不能对旁人提起。九九的小嘴一撅，突然又委委屈屈地抱怨了一句：切，你还真舍得让本师叔干活啊？啊，那个开玩笑的。九九迅速多云转晴，用力拍了拍胸口。师侄放心，以后搞树浆就是本师叔的本职工作了。1000年的份够吗？我倒是知道有些峰上有万年老树都快成精了。李长寿默默地挪开视线，心底默念白眉老后图，扫清已念。师叔，记得分3次喝，这里还有其他的3种原酿。让本师叔先尝尝。乖乖，这是什么酒啊？喝着好不一样啊！你在里面加药了吗？好家伙，药没有，只不过是加了几颗蟠桃，先天灵根结出来的那种。李长寿也没有想到，蟠桃对于非金仙境的炼气士来说，效果会如此出色。刚闭关结束的九九，喝了相当于1颗蟠桃药效的酒，就再次进入了入定的状态，体内仙力充盈无比，
载着九九前冲过一个又一个小境界。九九闭关之后，李长寿又请自家师傅啃了一颗。奇缘老道原本距离真仙境还有大半个元仙境，但是服用蟠桃之后原地晋升，正式抵达地仙境的终点真仙境。路就这样走到了尽头，他修到了仙生巅峰。奇缘老道坐在那儿没有开心，反而是泛起了一阵空虚与无奈，低头看着自己这双手。真仙境了，但是实力也就相当于是天仙道的元仙境后期的样子，本身的寿元没怎么增加，似乎还是刚迈入浊仙境时的那般。晋升境界带来的寿元提升还不如服用蟠桃的寿元红利，后者增加了大概600-700年。这就是他人生的全部了吗？李长寿也没有想到浊仙晋升竟然不增寿元，他赶忙又让师傅服用第2颗，提升修为的效果已经不太明显，但是寿元大限再次推后几百年。蟠桃增寿续命的功效倒是相当不错，于是李长寿默默地拿出了第3颗。奇缘连连摆手忙道：长寿，莫要再给为师了，哎呀，够了，这般宝物为你师妹留着吧。师父，弟子还有一些的。此物来自于天庭，师父莫要对任何人提起，这是弟子也算是费尽心力才搞过来的。这颗先放在师父这儿，您消化了其他2颗的药力，再用这颗。奇缘老道顿时满目感慨，叹道：为师此生唯一做对的2件事情，便是收了你和你师妹入门。师父莫要多想了，往后的日子还长，师父您去天庭混点功德，也可以让自身的寿元再次提升。这样，再过10几年，师父您就去天庭报道，弟子帮您暗中安排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混一个山神土地之职，再把您的辖区放在杜仙文这边。如此，师父您就可以一边在山中修行，一边领功德增寿了。奇缘老道不由一愣：还能这么做？自然，让弟子来安排就是了。师父，您就放宽心，该修行修行，该去找师娘，该去找九羽师叔聊天就去聊天。后半句话李长寿没有直接说出来。先生如果余额不足，咱们还能从头来过，顶多呢就是多给孟婆一些好处，让孟婆舀汤的时候多颠几下勺。安抚好师傅，李长寿就去灵河草屋周围转了圈，发现灵河依然没有要出关的迹象，就将装着3颗蟠桃的宝囊放在了他的手侧，并留下了一张纸条。而后李长寿去了灵兽圈，招呼一声正在跟待宰灵兽回味交情的熊灵力，随手扔了一颗桃子过去。熊灵力嘻嘻笑着，擦了擦桃子就咬了2口。谢表兄。哇，这桃好甜啊！吃光吧。李长寿在旁边道了句，随后就开始光明正大的观察。很快，李长寿就发现了熊灵力体内出现了异样。少女铁塔般的身躯中，那些本该化作法力的灵力莫名的转化成了血气。熊灵力的身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了几圈，直接撑破了原本的战群。那浑身鼓胀的肌肉之下，一股股苍莽的气息来回激荡。表兄！熊灵力一阵瞪眼，着急道：灵力又变壮了。世道艰险，壮一点也不错。熊灵力嘴角一瘪，那张可爱的面容上满是委屈，仰头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，像是一个500-600斤的孩童。李长寿宽慰了他几句，便驾云回了丹房。他又拿出了一只传信纸鹤，这一次要请有琴玄雅过来一叙。与此同时，3仙岛上那处被云雾包裹、到处挂满帷帐的暖阁中，
正在打坐修行的仙子缓缓睁开眼眸，对着墙上挂着的画像略微出了一会儿神，又抿嘴轻笑，旋即便是一叹。他也有些不懂，心境为何会如此微妙。莫非是大师伯在算计？他不断的思索，总觉得自己不该如此，却又偏偏如此，百思无果，心境却乱。那一道身影在他的心底更清晰了一些。爸，且去求老师为我解惑，免得出什么错漏。假若我动了此心，自不会躲避，但若有旁人算计，那岂不是害他空欢喜？心念转动间，云中仙子的倩影消失不见，一缕微风轻轻拂过，止于一二轻叹。灵娥3只，师傅3只，有琴3只。李长寿大概算了一下蟠桃的使用量，发现自己如果不去试试用蟠桃炼丹浪费一些，带回山门的蟠桃压根儿就用不完呢。稳妥起见，掌门那边不可以直接送蟠桃，毕竟掌门他知道的太多了。甚至李长寿隐隐觉得掌门还知道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事，以至于每次他预测掌门的反应时，总会有一些细微的偏差。若是能够炼制出蟠桃药效的丹药，李长寿自会献给掌门和门内一些，帮一些即将抵达大限的真仙境长老增加少许寿元。除此之外，做多错多。斗米养恩，担米养仇的道理，李长寿上辈子就已经深刻体会过。这一番送桃下来，李长寿赫然发现，竟是有毒师妹那边最省心，都不必多解释什么。李长寿拿桃，他抬手立誓，吃了就开始闭关。这也让李长寿隐隐有一些担心，担心有毒他会又走上成仙前的老路，只顾闷头修行，不懂如何巩固道基，从而导致道果有些虚浮。有秦玄雅此时距离金仙劫还远得很，倒是不必太过担心。等他在斗仙门的处境更安稳一些，在暗中指点他修行也不迟。算来算去，除却指道人的交际圈，李长寿在洪荒当中也就这几个信得过的法宝好友了。金仙境之后，李长寿越发的体会到了有的重要性。每次一想到数万年、数10万年后，小琼峰上只有他独自一人，哪怕修为再高，安全系数再强，也总归是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。他不好热闹，却想让热闹在自己的世界内。当心底有些疲乏之时，远远地看上几眼，就会觉得自己也在热闹之中了。故与小琼峰结下善缘者，只要不结因果，李长寿能帮自会去帮。又比如此时，他正驾云飞在不高不低的高度，朝着丹顶峰飘去，给万长老送桃。手腕上挎着一只锦盒，锦盒中装着3只蟠桃，几只小菜，一点增寿酒。今日李长寿会以心火烧仙石毒丹作引，以此时自己所掌握的太清丹道暗中指点万凌云长老。待万凌云长老反应过来，自己就以偶然得人教高人指点遮掩过去，再顺势将感悟灵丹与蟠桃拿出。若是什么都不解释，只是送丹送蟠桃，万长老大概率也不会追问，但是很容易在老爷子心底留下一个疙瘩。李长寿细细思量了许久，才决定由自己承担少许的风险，主动对万凌云长老吐露出一些讯息，打消老爷子心底的疑虑。入了丹顶峰，见到了万长老，李长寿作揖行礼，老卿相视一笑。虽然万长老的慈祥笑意还是那么的毛骨悚然，李长寿笑道：长老近来可安康？万凌云长老含笑点头，招呼李长寿入座，摆上几碟小菜，拿出一壶好酒，取来2、3丹经读文，1、2个时辰便这般过去了。李长寿的计划进行得还算顺利。
万凌云长老很快就发现，李长寿今日所表露出的丹道造诣，已经是在他可理解的范畴之外了。李长寿顺势拿出了星火烧，与万凌云长老分享了这一枚仙石毒丹炼制以及几次改良的过程。长寿，万凌云长老满是感慨，又冷冷的一笑，叹道：你在丹道上的造诣已非我所能及，当真令我颇感欣慰。我就知道你有这般悟性，有这般资质，不过你这也未免太快了些。啊，这个弟子得了一些际遇。李长寿看脸窗外，嗓音也故意放低了一些，低声道：长老莫要对外言说，弟子得了咱们人教高人传授丹道3篇。今日弟子炼制了一些可助炼气士增进感悟、突破瓶颈的灵丹，特来献给长老。言说中，李长寿在怀中取出了几只瓷瓶，放在万凌云长老面前。万凌云长老目光在慢慢的变化，从欣慰到震动，又到欣慰。好，好，我知长寿你能在丹道上前程似锦，告慰余生足矣。老爷子摆了摆手，又道：这般丹药何其珍贵，前路漫漫，你当自用。便是给了我也很难再向前踏一步。修行如攀山，我的山只有这般高罢了。